走开，给我走开！我什么错都没有犯，你们凭什么？你们凭什么？宋哥极力的挣脱，可却根本没有用处，他的双手被人死死的抓住，只能任由别人从他的身上将冲虚关的令牌夺走。此时，宋哥终于忍不住了，他眼中的泪水已经眼眶流出，洒满了脸颊。他委屈极了，他是一个天才，这么多年来，不知道多少宗门曾找过他，让他去其他宗门，可是无论是什么宗门，全都被宋哥拒绝了。宋哥觉得，只要他忠心于冲虚关，冲虚关就一定不会负他。可是今日的一幕，却让宋哥大跌眼镜。原来他的忠心耿耿，在宗门的利益面前，竟是一文不值。凭什么？凭什么？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宋哥声嘶力竭，满怀不公的哭声响彻开来。听到这个哭声，不仅楚风心疼，就连冲虚关的许多长老和弟子也是感到心疼，但是他们却无力改变这一切，也没有人敢去改变这一切，甚至没有人敢去替宋哥求情。凭什么？就凭你恶事做尽！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冲虚关长叫指着宋哥高声说道：“我倒要看看谁敢动他！”可猛然之间，一道声音忽然在虚空炸响。当那道声音响起之际，天地都是为之剧烈颤动起来，许多人更是连站都站不稳，一个个的人仰马翻，连连翻滚。那是什么？刚刚那是什么？只是一声怒吼，便将在场的许多人吓得面色惨败。尽管他们也都听清楚了刚刚的声音，也都听清了那话中的意思，可是刚刚的威势却实在太过骇人了，这让他们觉得那可能不是人的声音，更像是末日降临。可就在下一刻，雷神阵阵，风卷残云，一股强大的威压从天而降。当那股威压降临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好像坠入了地狱一般，太强了，那威压实在太强了。无论是弟子还是长老，甚至是冲虚关的掌教以及左营的父亲，都能感觉到那威压是多么的强大。那不仅仅是武仙之上的威压，更像是尊者之上的威压。他们能感觉到对方只是一个念头，就能立刻让他们所有人魂飞魄散。而最重要的是，伴随着那威压出现的还有一道身影，而那个人落在了广场之中，而此人正是唐老怪。拜见大人！冲虚关不知大人降临，未能及时接待，还望大人见谅。见到唐老怪，冲虚关掌教立刻跪在了地上。见状，冲虚关的其他人也齐刷刷的全部跪在了地上，就连那位左营的父亲也不例外，就连宋哥也是吓得赶忙跪在了地上，因为他与其他人一样，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强大的威压。可是宋哥刚刚跪下，便被一只有力的手掌给强行搀扶了起来。抬头一看，原来是楚风。修罗，修罗，你来了！看到楚风，宋哥顿时面露喜色，同时也是赶忙擦掉了脸上的泪水，生怕楚风知道他受了委屈。你快走，这里来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可是很快，宋哥又赶忙推动楚风，想让楚风赶紧离开此处，生怕楚风被卷入这从天而降的危机之中。别怕，你仔细看看那个人是谁，难道不认识吗？楚风对宋哥说道。听闻此话，宋哥则是一脸不解，毕竟他心里清楚，他根本就不认识如此厉害的人物啊。尽管不解，可是他还是将目光投了过去。唐叔叔。而这仔细一看后，宋哥也是神色大变。同是秋洛村的居民，从小在秋洛村长大，他不可能不认得唐老怪。什么？唐叔叔？宋哥不得无礼。然而在听闻宋哥叫那唐老怪为唐叔叔之后，冲虚关的掌教则是赶忙呵斥宋哥：“你给我闭嘴！”可是冲虚关掌教此话刚出，唐老怪便怒吼一声，只是一声怒吼，顿时狂风大起，直接将那冲虚关掌教吹飞到数米开外。尽管冲虚关掌教并未受伤，可是他此时却是浑身颤抖，都没有站起身来，而是直接跪在地上，对着唐老怪磕头作揖：“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的无意冒犯，大人饶命啊！听清楚了，就在刚刚，他已经不是你们冲虚关的人了，你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呵斥于他。就算把话说回来，就算他还是你们冲虚关的人，你们也没有资格呵斥他。”唐老怪字字如雷，声音强横，连虚空都被炸裂开来，而冲虚关的众人更是被吓得瑟瑟发抖，屁滚尿流。事实上，莫说是冲虚关的人，就连宋哥也是被吓得脸色苍白。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威势，这简直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神，一个神情，一个念头都能主宰他人生死的神。尽管那明明是他认识多年的唐叔叔，可他却已经不敢与唐老怪说话了，因为直到今日，他才忽然意识到，原来唐叔叔竟是如此可怕的人物。哥儿，你别怕，今日我来为你做主，没有任何人可以再欺负你，因为你的父亲我乃是至尊境，莫说是这群废物，整个轮回上界也没有一个人能欺负我的女儿。此时唐老怪走到宋哥身前，他的情绪很是激动，甚至说话的时候眼中都有泪花涌动，但是他的话语却又非常的柔和，因为他害怕伤害到自己的女儿。至尊境，竟是至尊境！天哪，这竟然是传说中的至尊境的强者！听得这三个字，冲虚关的人则更加害怕了。至尊境那是何等存在？那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多谢唐叔叔。眼见着唐老怪是来为自己撑腰的，宋哥又惊又喜，同时更是受宠若惊。可是忽然他神色一滞，整个人跟傻了一样，但目光却紧紧地凝视着唐老怪。唐叔叔，您刚刚说什么？您说您是我的什么人？宋哥以近乎颤抖的声音问道。哥儿，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娘亲。唐老怪此时也是浑身颤抖，扑通一声竟然跪在了宋哥面前，并且在他的脸上竟然也是泪如雨下。这可是一位至尊境的存在，但此时却哭成了一个泪人。唐叔叔，您是谁？您到底是谁啊？宋哥不断地问着，可是唐老怪却是说不出口，他只是不断地说着对不起。倒是楚风看不下去了，对宋哥说道：“宋哥，其实他就是你的父亲。父亲，您
您真的是我的父亲？宋哥瞪着眼睛问道。唐老怪点了点头。当唐老怪点头之后，宋哥则是再度愣住了。他愣住了好久，就仿佛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一样，也好像是被吓傻了一样。可是忽然之间，宋哥身形一纵，竟然扑入了唐老怪的怀中。原来你就是我的父亲，原来您一直在我身边。可是为什么您不认我？您为什么不认我呀？您知道我多么想见您吗？您知道吗？此时，宋哥的哭声响彻整片广场，他哭得撕心裂肺，哭得令人心疼。因为他的哭声之中，不仅有着对唐老怪的怨念，更多的其实是对唐老怪的思念。对不起，都是父亲不好，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的娘亲。唐老怪仍在不停的道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在他心中对宋哥母女俩的歉意实在是太深太深。父亲，这位至尊敬的大人，竟是宋哥的父亲。可就在宋哥父女两个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那冲虚关的掌教以及左营还有左营的父亲等人却是面如死灰，尤其是左营的父亲更是抓住左营，想要趁机逃走。然而他们刚刚御空而行，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硬生生的压了回来。是楚风做了恶事就想走，天下间可没有这种美事。楚风看着左营父女两个说道。说完此话，便看向唐老怪，大声喊道：好了，唐前辈，你们父女两个要叙旧的话，回头再满满叙，先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吧。听到楚风的话后，唐老怪这才放开怀中的宋哥，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泪水，在那丑陋的脸上挤出了一抹更加丑陋的笑容。女儿，你在这里看着你的父亲是如何为你讨回公道的。唐老怪说完此话，便立刻起身，一步一步走到了那左营的父亲面前。眼见着唐老怪向自己走来，而自己又无法逃脱，左营的父亲赶忙跪地求饶，磕头磕的那叫一个用力，全磕得头破血流。然而对于这一切，唐老怪却是视而不见，而是探手一抓，抓住了左营父亲的脑袋，硬生生的将他从地上给抓了起来。你说刚刚你是不是在诬陷我女儿？唐老怪凝声问道，语气极其冰冷，就好像阎王爷在审问犯罪的恶鬼。大人，我错了，我不知道她是您的女儿啊。大人，我也有女儿，我知道您的心情，其实我也只是想替我女儿出头而已，您能体会我的心情吧？大人，饶命，饶命啊！左营的父亲连连求饶，但唐老怪依旧不理左营父亲所说的话，而是冷然一笑，你承认就好，说对不起没有用，付出代价才有用。话罢，他掌心猛然一捏，只听噗的一声，那左营的父亲便死在了他的手中。父亲而亲眼目睹自己父亲死去，左营也是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声，你这玩意儿也不是好东西，陪你父亲下去吧。唐老怪说话间回手一掌，只听砰的一声，那左营便被轰得魂飞魄散，紧随他的父亲一同死去了。至于你们这冲虚关，是非不分，中间不变，全都下去给那对丑陋的妇女陪葬吧。唐老怪此话说完，那磅礴的杀意便释放而出，瞬息之间便覆盖了整个冲虚关。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此时冲虚关的所有人都开始跪地求饶，他们不得不求饶，因为他们全都感受到了唐老怪的杀意。在那杀意的充斥下，这里已经不像是冲虚关，更像是人间地狱。他们知道若不求饶，他们都要死，可是求饶无用，唐老怪杀意已决，住手！直到一道声音的响起，才让唐老怪那不断增强的杀意忽然停滞。是宋哥开口了，放过他们吧，他们是无辜的。宋哥说道，好，我女儿说放过你们，我便放过你们，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今日你们能活下去，是因为我女儿，你们的命是我女儿赐的。唐老怪冷声说道，多谢宋哥大人，多谢宋哥大人。此时冲虚关的所有长老与弟子都开始向宋哥道谢，就连冲虚关的掌教也不例外。可是刚刚他们明明还在刁难宋哥，不得不说这样一幕讽刺至极。父亲，我们回家吧，我母亲她病了，您和我一起去看看我母亲吧。说到这里，宋哥再度泪如雨下，好，我们去看你母亲。而唐老怪也是连连点头，随后便带着宋哥离开了此处。尽管唐老怪已经和宋哥走了，可是冲虚关的那些人却仍齐刷刷的跪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敢站起身来。不是气运没有眷顾你们，是你没有把握住，真是愚蠢透顶，你这掌教做的真是失败啊。而楚风则是对冲虚关掌教讽刺一声后，也是拔空而起，消失在了此处。而当楚风走后，冲虚关掌教则是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他的身体开始剧烈抽搐。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人，一个堂堂冲虚关的掌教，此时竟然哭成了一个泪人。他为何如此伤心？因为他觉得楚风说的很对，他的确是太失败了，他实在是太愚蠢了。假如他能够选择宋哥，而不是选择左营，那么今日便是两个结局。只是可惜没有假如。楚风回到了丘洛村，原本楚风是想直奔宋哥母亲的住所而去的，可是楚风刚刚进入丘洛村，便听到了宋哥以及唐老怪撕心裂肺的哭声，并且那哭声并不是从宋哥母亲的住所传来，而是从唐老怪的铁匠铺传来的。楚风仔细观望，他也是明白为何宋哥与唐老怪哭得如此伤心。此时宋哥的母亲安详地躺在唐老怪的床上，他已经走了，并且走的时间应该不久。不过可惜宋哥以及唐老怪似乎都没有能够看到宋哥母亲最后一眼，所以他们都很伤心。不过宋哥的伤心单纯是因为他舍不得自己的母亲，可是唐老怪的伤心更多的却是自责，因为宋哥的母亲走的这一天不仅穿得非常得体，他的怀中还抱着唐老怪一个枕头，而那个枕头楚风认的，那是唐老怪的枕头，唐老怪每日都会枕着的枕头。宋哥的母亲知道自己撑不住了，没有在自己家中死去，反而是来到唐老怪的家中。他终究还是暴露了，虽然他可能因为唐老怪的绝情而憎恨唐老怪，但同时他也一直深爱着唐老怪。此时
楚风似乎终于明白，为何宋哥的母亲当年刚刚生下宋哥的时候，饱受流言蜚语，饱受村民欺凌，却也不愿意离开秋洛村了。原来他舍不得的，其实不是秋洛村，他舍不得的乃是唐老怪。楚风都明白了，唐老怪自然也明白了，所以唐老怪才会如此的惭愧，如此的自责，因为他辜负了一个深爱他的女人。楚风没有去打扰唐老怪和宋哥，也不再用特殊的观察手段去观察他们父女俩。他们父女俩好不容易相认，楚风不想去打扰他们。楚风想给他们一个可以独处的空间，毕竟唐老怪的时间其实也不多了。但是楚风也没有走远，就在铁匠铺外坐着。楚风坐在草坪上，望着那渐渐落下的夕阳，内心非常的沉闷，甚至有种撕裂的痛。楚风的心情也不太好，因为他觉得唐老怪其实也怪命苦的。当他发现自己的女人还爱着自己的时候，自己的女人已经走了；当他和自己的女儿相认的时候，但是他的时日却已经不多了。这让楚风格外的想念一些人，他想念自己的父亲，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也想念子玲，想念苏柔，想念苏美，甚至想念一直沉睡已经好久没有与他说过话的蛋蛋，以及那些曾经陪他奋战过的兄弟们。人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可能每一次见面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真的要学会珍惜当下，珍惜与至亲之人在一起的每一寸时光，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这种离别未必是生死，只是有些时候不得不分道扬镳，从此再无交集。沙沙，忽然楚风身后传来阵阵脚步，回头一看是宋哥。宋哥来到楚风身旁坐了下来，怎么不多陪陪你父亲啊？楚风说道。已经走了。宋哥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大惊，回头观望铁匠铺。当墙壁消失之后，楚风可以看到唐老怪果然安详地躺在宋哥母亲身旁，只不过唐老怪的身上却没有了一丝生命的特征，他竟然真的走了。不过好在唐老怪走的时候，他的脸上是带有笑容的，说明他心愿意了，走得很安心。泪都哭干了吧？楚风对宋哥问道。因为他发现唐老怪走的时候，宋哥并没有眼泪，不过宋哥却摇了摇头，说道：虽然有些遗憾，但却已经很幸运了，至少在他临走之前，我见过他，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甚至他还为我出过头，替我打抱过不平，我很知足了。说这些的时候，宋哥的脸上是洋溢着笑容的，虽然很淡，但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看开了。修罗，谢谢你。忽然宋哥对楚风说道。谢我做什么？楚风问道。我父亲与我说了，是你劝他与我相认的，若不是你，可能临死之前他都不会与我相认。宋哥说道。我觉得就算我不出心，他也会与你相认的。楚风说道。也许吧。宋哥的嘴角又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对了，这是我父亲给你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不让我看，只让我交给你。宋哥从乾坤袋内取出了一个卷轴，递给了楚风。楚风接过卷轴的时候，就已经大概猜到了这是什么。打开一看，果不其然，这的确是诅咒之术。随后，楚风便与宋哥一起将唐老怪与宋哥的母亲安葬了。有什么打算？如果你想去水晶洞天，他们应该会很欢迎。楚风说道。不了，我不想再加入任何宗门了，我只想留在这里，陪着我的父母。宋哥说道。你要一直留在这里吗？可是修武者是需要机遇才能成长的。楚风说道。每个人的幸福不一样，可能对于我来说，平淡才是幸福。宋哥说道。也对，那你就待在这里吧，以后一有机会我会来看你的。楚风说道。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骗我。宋哥说话的时候对楚风伸出了手指。见状，楚风笑了笑，随后将自己的手指放了上去，并且用力的勾了勾。放心，不骗你。随后楚风与宋哥聊了好久，直到深夜，宋哥居然睡了。修武者是不会困的，除非很累，而宋哥显然是累了。在宋哥枕着楚风的肩膀睡着的时候，楚风则是拿出了那个诅咒之术，仔细的钻研了起来。可是看着看着，楚风忽然双手握紧，内心更是剧烈的颤动起来。当楚风渐渐了解诅咒之术后，他猛然间明白了一件事，原来唐老怪根本就没有身患绝症，他身上的不是绝症，而是诅咒，是唐老怪自己给自己下的诅咒。这个诅咒就是陪心爱的人一起死去。难怪当宋哥的母亲病情严重后，唐老怪的病情也随之严重，而宋哥的母亲刚刚死去没多久，唐老怪也就随之死去了。原来这都是唐老怪故意为之。此时楚风的内心是震撼的，宋哥的母亲爱着唐老怪，可唐老怪又何尝不爱宋哥的母亲？唉，这当然是爱，若只是愧疚，不可能让一个人做到这一步。尽管这么多年来，唐老怪与宋哥的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可他们却彼此深爱着对方。尽管唐老怪看似从来没有陪伴过宋哥的母亲，但他其实一直在默默地陪伴着宋哥的母亲。就连死这种世间大部分人都为之恐惧、为之惧怕的事情，他也是毫不退缩，选择陪着心爱之人一同赴死。次日，楚风与宋哥进行告别，但告别之后，楚风却并没有走远，因为七阳山脉的入山之地终于开启了。只不过此时楚风的心情却与刚来的时候有了极大的差别。在短短5日的时间之内，他便见证了一家人的爱恨离别，这让楚风颇为感慨，对人世间也有了新的认识，甚至就连对修武之道，楚风都有了新的见解，从中竟嗅到了一丝丝将要突破的契机。当七阳山脉的山门开启之后，所有人都是排队登山，楚风也不例外。只不过楚风与众人的目的却并不一样，众人登山是为了此处的浓郁的天地能量，但楚风却不是，楚风为的是要见这七阳山脉的主人袁术。不过没有想到的是，七阳山脉虽然开启，但是袁术却仍在闭关之中。至于袁术何时出关，这七阳山脉的仆人们也是不得而知，这让楚风颇感失望。等了这么多天，
居然白等了，总不能一直在这里等着，等到那袁术出关吧。楚风一边想着，一边向下山的方向行去。修罗前辈，可忽然之间，阵阵呼唤却是忽然传来。抬头一看，竟然是杨深深和他的爷爷水镜洞天的掌教，当然还有水镜洞天的其他人，包括那苗羽的爷爷。这要巧，你们是来这里修炼道吗？楚风问道。对啊，修罗前辈，您也是来这里修炼的吗？杨深深问道。算是吧，楚风说道。可是修炼之地在上面，前辈怎么向下走啊？杨深深问道。我觉得此处多，我帮助不大，所以就不想在此处修炼了。楚风说道。因为周围上山的人很多，所以楚风此话一出，立刻引来了无数道目光。那目光有讽刺，有白眼，甚至有愤怒。前辈，您可千万别这样说，这里的人都是奔着此处的天地能量而来的，您这样说会惹得他们不高兴。杨深深来到楚风身旁，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说道。我懂，是我失言了。楚风笑了笑。其实楚风明白杨深深的意思，更明白那些人的感受，就像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待着一顿大餐，他们期待，他们享受，他们更是奉此大餐为天下最佳。可大家正欣喜若狂品尝着这大餐，却突然有一个人说这大餐不怎么样，这自然会引起那些喜欢这大餐之人的反感。不对啊，又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修炼没兴趣，那些人不也全都在那里待着，而没有上山修炼？楚风指着不远处说道。在那里有着一座浩瀚的广场，此时在那广场之上的确聚集了不少人，一眼望去至少有几万人，并且还不断有人加入他们之中。前辈，他们是在等待界灵府门开启。杨深深说道。界灵府门那是什么？楚风我拿到。界灵府门是元术大师为界灵师们准备的礼物，在界灵府门内有着许多对界灵师以及界灵有帮助的宝贝，而这界灵府门每年才开启一次，所以许多人都不是奔着修炼而来，而是奔着界灵府门而来。前辈，您也是界灵师，您可以感应一下，你会发现那些人的身上全都精神力充沛，他们全部都是界灵师。杨深深说道。还真是，其实不用杨深深提醒，楚风就已经发现了，那些人的确全部都是界灵师。楚风不仅发现那些人全部都是界灵师，楚风还发现这些界灵师全部都是100岁以内的小辈。忽然之间，在那广场的中心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结界门，那结界门出现之后，广场上的界灵师们便齐刷刷地掠入了那结界门之中。而看着那结界门，楚风的目光更是第一时间便被牢牢地吸引了，因为那结界门的结界之力非常的强悍。楚风虽然无法判断那是何级别的界灵之术，但绝对不是龙纹级圣袍那么简单。果然，那元术根本就不只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那么简单，他果然隐藏了实力。此时，楚风内心窃喜，尽管之前就有所猜测，可是看到这结界阵法之后，楚风则是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测。丫头，对这个界灵府门，你有兴趣没有？楚风开口问道。他的这句话是对体内的那只界灵雨莎所说的。随便，雨莎冷冷地说道。这丫头都认识这么久了，居然还是这么冷漠。不过既然你都说随便了，那就听我的意思，我们去看看。楚风决定之后，便立刻向那界灵府门走去。见状，杨深深等人也是跟着楚风走了过去。你们也对这界灵府门感兴趣？楚风问道。没有，我们只是陪着前辈观赏一下。杨深深说道。对对对，杨深深的爷爷也是连连点头。外面观赏没意思，咱们进来里面去观赏吧。楚风说道。修罗前辈，等一下，您的意思是您想进入界灵府门？杨深深问道。对啊，怎么了？楚风不解地问道。修罗前辈，您可能对此处并不了解，但是那界灵府门其实是有限制的，只有100岁以内的小辈才能进去，并且还必须是界灵师才行，因为进入其中之后，任何武力都无法施展，能够施展的力量便唯有界灵之术。杨深深解释道。哦，那你们就别陪我了，去山上修炼吧，我自己进去。楚风说道。等一下前辈。可是楚风刚刚转身，就又被眼神神拉住了。又怎么了？楚风问道。前辈，可能我刚刚说的不够明确，所以您没太听懂，这里只有小辈能进去，若不是小辈强行闯入的话，是会受罚的。您仔细看看，那些人虽说都是元术大师的仆人，可他们的修为却非常强横，个个都是尊者巅峰的高手啊。杨深深指着那站在七阳山脉各处并且穿着相同服饰的人说道。我知道，但是有什么问题吗？楚风问道。就是那个前辈，您不能进去啊。杨深深问道。我为什么不能进去？楚风问道。因为只有小辈可以进去。杨深深说道。那就没错了，因为我就是小辈啊。楚风说道。哇，前辈您别开玩笑了。听得此话，莫说杨深深笑了，就连水镜洞天的掌教以及太上长老们也都笑了。他们不是在嘲笑楚风，也不是看不起楚风，而是真的觉得楚风是在开玩笑。我没开玩笑，你们别在这里陪我了，赶紧去山上修炼吧，我也要赶紧进去了，否则好东西都被这些人给拿走了。楚风说完此话，便纵身而起，随后在杨深深等人的注视之下，跃入了那界灵府门之中。而亲眼见到这一幕之后，杨深深以及水镜洞天的众人却是目瞪口呆，同时愣住了。过了好一会之后，才缓过神来。爷爷，您不是说那界灵府门是能分辨出一个人的年龄，从而判断是不是小辈？若是小辈，可以安然进去；若不是小辈，会被弹出来的吗？杨深深问道。对，是这样没错。水镜洞天掌教说道。那岂不是说修罗前辈他真的是一位小辈？他的年龄竟然比我还小那么多？杨深深满面震惊地问道。下一刻，他们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们实在太过震惊了，震惊的难以稳定自己的情绪。毕竟他们诸天星域最强的小辈便是诸天门的天才弟子南宫一凡，可是他们听闻哪怕是南宫一凡的修为好像也只是2品尊者呀，可是楚风却是5品尊者，比南宫一凡足足高出了3品。那岂不是说在
在他轮回上界出现了一个比最强天才还要强横的天才。此时他们内心震撼的同时，都产生了一个相同的想法，他们觉得楚风很可能是其他星域来的天才，尽管不知道是何星域，但他们却觉得那一定是圣光天河内非常强大的星域，否则不可能培养出如此厉害的天才。可忽然之间，那界灵府门不仅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还开始闪烁出奇异的光芒。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这突然之间的一幕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而负责守护着七阳山脉的众人更是开始向着广场汇集，想要搞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关闭界灵府门。忽然有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老者说道，其实这位的长袍与其他守护者的衣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其他人的长袍都是黄色，唯有他的是白色，这是一种特殊身份的标识。他不是寻常的守护者，而是在元素闭关之时，他有权力掌管七阳山脉的人。没人知道他叫做什么，所有人都称他为白袍老人。白袍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此时不明真相的人们纷纷开口问道，是老夫疏忽，让不法之徒混入了界灵府门。不过大家放心，元素大师定下的规矩不可能更改，这界灵府门是为100岁以内的小辈界灵师准备的，不允许100岁以上的界灵师进入其中。就算今日有人以特殊手段蒙混过关，但我们也可以通过阵眼查出来到底是何人所为，一定还大家一个公平。白袍老人高声说道。哇，有人以特殊手段蒙混进去了吗？也就是说有非小辈者混了进去。此时人们更是议论纷纷，都开始牵着那个蒙混过关的人。而此时杨深深以及水镜洞天的众人则是面面相觑，他们在同时之间有了一个相同的想法，他们都觉得那个蒙混过关的人乃是楚风。不是他们不相信楚风，而是楚风的实力实在太强，根本就不符合一个小辈的身份。再加上楚风刚刚踏入那界灵府门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实在是想不把这件事将楚风联系到一起都难。此时楚风已经进入了那界灵府门之内，对于外面的事情楚风并不知晓。尽管此时许多人都在探讨为何好端端的界灵府门关闭了，但楚风却并不感兴趣，毕竟楚风进入此处为的是这里面的宝贝，同时也想了解一下作为牛鼻子老道好友兼对手的元术大师到底有着怎样的本事，所以楚风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这界灵府门的内部。不过进入此处之后，楚风却并没有感受到任何新奇的感觉。楚风身经百战，各种各样的遗迹秘地都进去过，而至于这界灵府门，虽然进来之后能够感受到结界阵法很强，但是对于这界灵府门的构造，楚风却并没有太多新奇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建造精良且充满机关的世界，并且这里的机关都很低阶，想必是不想伤害到那些界灵师吧。毕竟大部分100岁以内的小辈界灵之术都很一般，连尊袍都没有，就更别说圣袍了，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太强的机关。虽说这里的布局并没有让楚风新奇的地方，但是这里却也是对楚风充满了诱惑。在楚风天眼的观察之下，他能够看到这里其实很不简单，甚至藏匿着楚风也非常感兴趣的东西。观察一番之后，楚风大概确定在这界灵府门之内藏匿的宝贝极多，但具体是什么类型楚风也无法确定。不过楚风能够确定的是，对他来说有着吸引力的宝贝还不止一件，至少有2件甚至更多。有一件较为隐秘，隐藏在这界灵府门的深处，因为太过隐秘，楚风无法确定它的方位，还需要极细观察。但是另外一件则是较近，气息也比较稳定，楚风若是想要找到它，可以说是相当简单。于是楚风确定了目标，他先去拿到那件距离较近并且气息稳定的宝贝，然后再继续深入探索那件距离较远且需要费些精力才能寻找的宝贝。楚风一路深入，很快便来到了那气息稳定的宝贝所在之地。这里乃是一座圆形的广场，广场很大，但楚风能够看到广场深处有着足足上万道大门，每一道大门都是各不相同，有铜制的，有铁制的，有木制的，但其实都是界灵之术所造，并且除了材质看上去不同之外，那门上面的图案造型也是各不相同。但楚风一眼就看出，其实每一道门上面都有玄机。那门后面有做什么？其实在那门上面就已经有了答案，只不过必须是用心之人才能看到那答案。楚风此时并未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些门上，因为那门实在太多，若想全部观察清楚，就算是楚风也是需要一些时间。此时楚风将目光放在了广场之上，首先在进入广场的入口处竖立着一个巨大的石牌，石牌上面以红色的字体写着几个大字，极为醒目，那便是柱内有宝，宝有镇护，量力而行，切莫贪心，否则后果自负。这显然是一种提醒。而在那广场中心区域的确竖立着许多根石柱，楚风粗略估算了一下，至少有上万根石柱竖立在那广场之上，就像是一座石林。不过每一根石柱的粗细大小都是各有不同，而也就如同石牌上面所说，每一根石柱之内都藏匿着一件宝贝，只不过每根石柱却也有着一座阵法守护着那件宝贝，若想得到宝贝就必须先破开阵法才行。而此时楚风的目光落在了那广场最中央的一根石柱之上，这根石柱乃是整座广场之上最大也是最粗的一根，这根石柱子的体积甚至比其他石柱的总和加到一起还要大上一些，是唯一一根贯穿天地宛如通天之物的存在。它竖立在那里就像是一座大山，俯视着无数个小土包，它的存在让其他石柱看上去显得极为渺小。而楚风之前所感受到的那稳定的宝贝气息，正是源自于这座石柱之内。这石柱的阵法似乎不好破，你莫要大意。此时楚风的耳中传来一道声音，那声音是源自界灵空间内，而这声音乃是雨莎。哟，丫头，你也会观星人了？
楚风笑着问道。然而那雨莎居然不理楚风了，还真是冷漠的丫头啊。楚风甚是无奈。不过当确定目标之后，楚风也不犹豫，他走到石柱之前，便开始围绕着石柱摆放物品。这些物品能够辅助楚风更快地破开石柱的守护阵法。那个家伙在做什么？此时这座广场上聚集着许多人，他们有人在全身心的破解石柱的阵法，有的人正在做准备，而有的人还在精心挑选到底要破解哪一根石柱。不过却有不少人都被楚风的举动所吸引。这个家伙放的东西都蕴藏结界之力，他该不会要挑战那根1等石柱的阵法吧？我的天哪，他好像真的要这样做。起初人们只是好奇地观察楚风，但很快人们便确定楚风竟然真的是要挑战那石柱的阵法的。这一下人们可就炸开了锅，因为他们都是戒灵师，并且大部分人都是多次进入这戒灵府门的人，他们对于这戒灵府门可以说是相当的了解。这座广场每一座阵法内都有对戒灵师或者是对戒灵有用的宝物，那宝物是什么，人们无法确定，但毋庸置疑的是，石柱的体积越大，那其中的宝物就会越好。而根据石柱的体积大小，人们将此处的石柱分为了10个级别。可以这样说，大部分人敢挑战的都是10等石柱，而稍微有些实力的人会挑战9等石柱，唯有顶尖的天才才会挑战8等石柱。至于7等石柱，偶尔会有人挑战，但几乎很少有人成功。而那6等石柱现在根本就不会有人去挑战。至于为何不挑战，乃是因为6等石柱内的阵法实在太强，曾经就有人挑战6等石柱的阵法，而直接被那阵法吞噬抹杀，所以6等石柱在众人眼中便已是禁物。6等石柱都没有人敢挑战，5等石柱就更是从来都没有人挑战过。至于楚风想要破解的那根，便是1等石柱，也是唯一一根被认定为是1等石柱的存在。对于这根1等石柱，人们充满敬畏之心，根本都没有人敢靠近，就更别说有破开它的念头了。这也是为何当楚风靠近那1等石柱之后，便会立刻引来许多人的注意的原因，因为楚风做了一件他们都不敢做的事。可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是，楚风竟然打起了那1等石柱的注意。喂，你不要命了，赶紧收手啊，混蛋，你快离开那里，那可是1等石柱，若是挑战他，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此时不少人都是开口怒吼，全部都在劝楚风赶忙停手，多谢诸位好意，不过我能应付。楚风知道众人乃是好意，所以他也是笑着回应，并且此时的楚风已经置放好了物品，于是他说完此话便盘膝而坐，准备布置阵法。你应付个屁，赶紧滚蛋，不自量力的东西，你自己找死，没人拦着你，你若想害死我们，老子就他妈的先弄死你。可是谁成想，楚风刚刚坐下，便有一道充斥着脏话的声音在楚风身后响彻开来，伴随着一声怒吼的传来。楚风那已经闭上的眼睛也是随之睁开，将目光投了过去。楚风只是想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与自己这样说话，于是一名男子出现在了楚风的目光之中。这名男子不用多说，首先他是小辈，但是他长得却是一副中年人的模样，不仅眼角挂着皱纹，脸上还蓄着胡须。若不是知道这戒灵府门之内只有小辈能进来，楚风还以为是有修炼了几千年的家伙混了进来。不过说起来，此人身强体壮，目光冰冷，还真是有些凶悍，并且这位的身上穿着一件戒灵长袍，从那戒灵长袍映射出的戒灵纹路，楚风可以看出这名男子乃是一名蛇纹级仙袍戒灵师。虽说这种境界在楚风眼中不值一提，但楚风却也清楚，其实眼前这位已是这里的小辈戒灵师中除了楚风之外较强的一位了，因为此处的大部分戒灵师还是黄袍。糟了，这个家伙惹麻烦了，居然连王广辰这个煞星也在，这个家伙真是要倒大霉了。虽然楚风不将此人放在眼里，可是此时在场的其他小辈却是目露担忧，他们是在为楚风而担忧。他们大部分都是轮回上界的小辈，唯有少部分是其他上界的小辈，而这王广辰其实就是诸天星域其他星域的一位小辈。可是这王广辰在轮回上界却很出名，因为这王广辰乃是一位戒灵天才。多年前在这七阳山脉的戒灵府门内曾发生过一场大战，轮回上界内上百名戒灵师联起手来一起对付一位来自其他上界的戒灵师。可是那一战轮回上界的戒灵师却是惨败，而击败轮回上界众戒灵师的正是这位王广辰。自那之后，王广辰一战成名，他的名字也是随之名扬开来，人们都叫他煞星，因为这个家伙凶神恶煞，并且蛮不讲理，当真就如同煞星一般，令人恐惧。可是王广辰已经连续2年没有来到这戒灵府门了，不曾想这一次居然来了。他不仅来了，居然戒灵之术又提升了。明明上一次他还是重温级仙袍戒灵师，不成想2年之后竟再度突破，成为了蛇纹级仙袍戒灵师。要知道，对于大部分小辈而言，仙袍戒灵师几乎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境界，而王广辰却早早的就达到了，并且他的年龄不过70多岁。按照他的这个年龄来算，再看他这可怕的天赋，人们都觉得在100岁以内，他很有机会成为龙纹级仙袍戒灵师。所以在大家看来，王广辰他不仅是一位煞星，他还是一个有本事的煞星。也正因如此，当人们发现王广辰对楚风说了脏话，就都觉得这个人死定了，说话干净点，否则我撕烂你的嘴。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是忽然响起，是楚风说的，并且还是对王广辰说的，并且楚风说完此话便转过身去，这完全就是不将王广辰放在眼里。这一幕莫说旁人震惊，就连王广辰自己都惊到了。在这戒灵府门之内，没有人不认识他王广辰，再加上他凶名赫赫，哪一个看到他不是绕着走？今日居然有人敢这样对他，愚蠢的东西，胆敢对我大言不惭！今日我倒要看看是谁撕烂谁的嘴！
猛然间，那王广成爆发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怒意，不仅仅是怒意，因为在他爆发的同时，他体内那磅礴结界之力也是释放而出。在这界灵府门之内，武力被彻底封锁，唯一能够使用的便是结界之术，所以此时界灵府门内的所有力量都是结界之力。但是当王广成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之后，便让其他人的结界之力都变得黯然失色。毕竟大部分人的结界之力都是黄级，而王广成的结界之力却是仙级，并且还是蛇纹级仙级。这样的结界之力出现在界灵府门之内，简直就像是一只猛兽落入了羊群之中，格外的耀眼且令人惧怕。这个家伙死定了，他绝对死定了。在这一瞬间，所有人都觉得楚风完了。可是就在下一刻，这广场之内忽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在场的所有界灵师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到了惊恐，就像是一群小白兔忽然感受到了猛虎的气息一般，那是来自血脉深处的压制。我的天啊！然而当人们顺声观望，看向那巨响传来的方向之后，人们却又在这一瞬间如同傻了一般，愣在了那里。他们能够看到强大的结界之力正围绕着那根一等石柱旋转，形成强大的结界阵法。而那结界之力，他们也都认识，那不是黄级，也不是仙级，甚至不是尊级，因为那乃是圣级，是传说中的圣级结界之力。而最令人们难以置信的是，那圣级结界之力正是来自那盘坐在地的楚风。怎么可能？这个家伙竟然是圣袍界灵师！此时所有人都傻眼了，包括那王广成也都被吓傻了。他们感觉难以置信，因为长这么大，他们还从未听说有人能够在小辈之内成圣袍界灵师的。可是就是这听都没听说过的事，此时竟然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你刚刚说什么？释放出结界之力后，楚风再度转过头来，将目光投向了身后。只是当楚风望向那王广成的时候，就连他也是神色一动，感到有些意外了。他发现先前还气势汹汹的王广成，此刻竟早已跪在了地上。大人，您不用说了，今日绝对是您撕烂我的嘴，我知错了。大人，您我给一次机会吧。王广成带着哭腔大声跪地求饶。而看着这样的王广成，原本就有些傻眼的人们目光更加呆滞了。若非亲眼所见，他们绝对不会相信会有人在100岁之内成为圣袍界灵师。但同样的，若非亲眼所见，他们也绝对不会相信原来王广成也会向人求饶。面对这样的王广成，楚风无奈地摇了摇头，也不想再与他计较。于是楚风便转过头来，开始专心布置阵法，破解那根石柱。当楚风认真之后，楚风体内的结界之力释放得更为凶猛，简直是无边无尽。可是伴随着结界之力释放而出，楚风的法印也是不断映出。倘若结界是亿万兵马，楚风便是指挥着亿万兵马的元帅，而楚风的指挥可以说是速度极快，且整齐有序，半分差错都未曾出现。所以哪怕楚风的体内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磅礴的结界之力，可是那结界之力却在楚风的操纵下立刻变化成阵法的一部分。好厉害，这便是圣袍界灵师的手段，太厉害了。这个家伙到底是谁啊？怎么如此年纪就能踏入圣袍界灵师？此时莫说是先前围观楚风之人，就连那些原本在认真破阵的人也都是停止破阵，开始认真观看楚风的表演。不因别的，实在是楚风的布阵太过精彩，对于他们来说，能够亲眼目的圣袍界灵师布置阵法，这简直就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而今日不仅实现了，并且还是如此近距离的欣赏，这对于他们而言就更像是圆自己的一个梦。同时他们不仅开了眼界，从中也能多少收获一些东西，对于他们今后界灵之术的道路也是非常有益的。破开这根石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哪怕是楚风也是不敢有一丝大意，但是破开这根石柱却也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所以只要楚风稳中求胜，就必然可以破开这根石柱。而在楚风不断的努力之下，那石柱开始层层脱落，最终在3个时辰之后，那石柱彻底崩碎。此时人们能够看到，在那石柱之内出现了一块西瓜大小、通体绿色、形状为菱形的玉，这东西蕴藏着浩强的界灵之力。看着那块绿色的玉，许多人都是露出羡慕的目光，他们单从感觉都能感觉到，这是一块对于界灵有着极大帮助的宝贝。当然，这块玉虽然蕴藏着强大的结界之力，只不过却非常狂暴，那些人的界灵根本无法征服这块玉。但楚风则是不同，至少雨莎是可以征服这块玉的。怎么样，丫头，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帮助吧？这次是不是没有白来？楚风对雨莎问道。雨莎的声音映入楚风耳中，依旧简练无比，但这一次却不再那么冷漠。楚风能够听出雨莎这个丫头也是有些高兴的。可就在此时，阵阵掌声忽然自楚风的身后传来。当听到这个掌声之后，楚风则是立马起身望向了身后。其实早在这掌声响起之时，各种夸赞楚风的声音就不断响起，但楚风都没有放在眼里。可是此时当那掌声响起之后，楚风却是变得警戒起来，因为楚风感觉到了一股很强的气息，是不弱于自己的气息。伴随着楚风目光投射而去，其他人的目光也是投射了过去。而这一看，莫说旁人，就连楚风的目光也是有所变化。这位身穿界灵长袍，长袍带有兜帽，兜帽的遮挡之下无法看清这个人的面貌，但是那界灵长袍流转的光芒却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的修为竟与楚风一样。他也是一位重温级圣袍界灵师。这位兄台多谢了，多谢你帮我打开这根石柱，拿到我这块界灵之玉。那位忽然停下，却对楚风开口了，你的界灵之玉。而此时楚风的嘴角也是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随后探手一抓，便将那块界灵之玉吸入了手掌之中。看来你是想抢我的。楚风举起手中的界灵之玉问道，抢就说的难听了，不是抢而是拿。
所以你有2个选择：一是乖乖的将它物归原主，我不会难为你；第2个选择，你可以将它占为己有，但我可不会置之不理。你若要是做了这个选择，那么你的后果可能会有点惨。所以兄台，我可是劝你3思而后行。那位说这话的时候，散发着强大的自信，就如同他已经吃定了楚风一样。面对这样的家伙，楚风则是耸了耸肩，说道：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也给你一个建议，现在立刻消失在我面前，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惨。有点意思，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既然你如此固执，那我便觉得我有这个重任，就让你明白一件事。那位崇文级圣袍界灵师对楚风说道：什么事？楚风面带笑意，很是在乎地问道：你需要明白，就算相同境界，但却也有着强弱之分。话到此处，那位崇文级圣袍界灵师的体内便释放出了磅礴的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冲天起，很快便汇集成了一只长达1000米的巨兽，因是结界之力所化，所以此物栩栩如生，简直就像是一只真正的生灵，好强！看到那结界巨兽，在场的小辈吓得赶忙退到一旁，因为从威势上来说，这位崇文级圣袍界灵师以结界阵法所化的巨兽的确更为可怕一些。你说的对，同等境界的确是有着强弱之分的。看着那只结界巨兽，楚风也是说道：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就算认错，但也要接受惩罚。那名崇文级圣袍界灵师说道。可突然之间，楚风手臂一指，紧接着磅礴的结界之力便化作一道光柱，对着那位便直冲而去。那结界光柱速度极快，人们还未反应过来，便听到阵阵轰鸣炸响开来，紧接着磅礴的结界之力更是向西面八方席卷而去。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能够看到那只结界巨兽已然消失不见，而四散在整座广场的结界之力与那结界巨兽的气息相同，这让人们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情，那就是那只结界巨兽被轰成了粉碎。想到这里，人们赶忙将目光投向那名崇文级圣袍界灵师，而这一看不要紧，所有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那冥界灵师此刻已不在先前所站的位置，而是退后了数万米。此时他躺在数万米的地上，用尽全力才勉强将自己的身体支撑起来，而他那狼狈的模样，再看看站在原地的楚风，让人们明白这场对决到底是谁强孰弱。同等境界的确是有强弱之分，只不过那位更强的自然不是狼狈的那位，而是破开石柱的楚风。你这混账，自身本事不行，竟然使用至宝，实在是卑鄙无耻。此时那名倒地之人愤怒不已，他觉得自己颜面尽失，丢尽了人，所以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便无赖楚风是靠着至宝的力量战胜了他。至宝吗？但是并没有看到任何至宝的力量啊，只感受到了纯粹的结界之力。而在场的都是界灵师，感应力都很敏锐，就算是看不清具体的经过，但感应力却也能够分辨出一些，因此他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其实楚风没有使用至宝，乃是那个家伙输不起。既然都来了，何不现身？忽然楚风看着那位界灵师的身后，高声说道。对于楚风此话，在场的许多人感到不解，因为他们朝着楚风所望的方向看去，却是什么都看不到。结。可是就在人们不解之际，一阵诡异的笑声却是随之响起，紧接着足足10道身影也是在那名崇文级圣袍界灵师的身后浮现。这10位皆是穿着界灵长袍，并且头上戴着兜帽，装扮与那位被楚风击败的界灵师一模一样。不过不同的是，他们的界灵长袍之上并没有映射出结界之力，所以无法判断他们的界灵之术到底是何水平。可是自从感应到这些人的存在之后，就连楚风的内心也是有些不安，因为楚风在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楚风虽然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何水平，可楚风在他们的身上感受到的气息却的确比那位被楚风击败的界灵师要危险得多。不过是靠近了一点，居然就被他法绝了。这位兄台的确厉害，你败给他也不必太过郁闷，因为你败得不冤。10人中的一位对那位躺在地上的人说道。且说完此话，他便看向了楚风。兄台，既然大家同样是以作弊手段混进来的，我也就不故作清高了。你手中那界灵之玉，我想要，你是直接交出来，还是我出手来抢？听得此话，莫说在场的其他人面露震惊，就连楚风也是心神一动。难怪此处的小辈界灵师明明都那么弱，可是忽然间却出现了这么多强者，甚至还出现了能带给楚风压迫力的强者。搞了半天，他们根本就不是小辈，而是通过作弊的手段混进来的。作弊，我修罗可不屑于做这种事。于是楚风开口了，他的话语之中满是讽刺。怎么？难道你想说你是一位小辈？然而听闻楚风的话后，那位也是反问道。当然，楚风说道。可是谁曾想，楚风此话说完，却是换来了那位的轰然大笑。不仅是他们的同伙全部都在哈哈大笑，笑声之中满是讽刺之意。从他们这讽刺的笑声中，楚风明白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是一个小辈。兄台都是明白人，何必如此呢？你对这些无知的废物装也就算了，和我们也装，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其中一位以讽刺的口吻对楚风说道。听闻此话，在场的小辈们心里也是有点不舒服，毕竟那个所谓的无知的废物说的就是他们，只是奈何对方实力太强，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甚至察觉到会有一场大战的他们早早的就躲到了一旁，更有甚者更是直接逃离了此地。不要觉得任何人都如你们一样，楚风说道。这个家伙的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啊。此时那些人的话语变得越加讽刺。兄台，我们也不以大欺小，假如你真的能证明你是一个小辈，那我们绝对不会以大欺小，这界灵之玉我们就不要了。最先与楚风说话那位开口说道。这还不简单，布置一座阵法验证小辈身份即可，你们来不？楚风说道。好，痛快。那位也是点了点头。且说话间，
就立刻布置阵法。随后，一道结界门便树立在了楚风身前。兄台，穿过这门，小辈可过；若非小辈，无法通过。只要你真的是小辈，那我们兄弟几个立马走人，且向你道歉。那位说道。好。楚风说话间，就向那结界门走去。当楚风动身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楚风的身上，他们也都想知道楚风到底是不是小辈。倘若楚风真的小辈的话，那这绝对是一件可以轰动整个轮回上界，甚至轰动整个祖武星域的大事件。那位被楚风击败的崇文级圣袍界灵师，此刻已经爬起身来，看着楚风竟然真的向那道结界门走去，他则是冷嘲热讽。哼，他可真是不要脸到了一定境界，竟然还真的尝试，我倒是要看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然而他话音刚落，楚风便已经踏入了那结界门之中，并且极其顺利的便从那结界门内穿越了过去。这一刻，莫说那位崇文级圣袍界灵师以及在场的小辈们，就连那些带给楚风压迫感的10位，目光也都是有了极大的变化，那是难以置信，真是想不到今日在这里居然遇到了一位难得的界灵天才。小辈以内便踏入圣袍，这等天赋，日后成就简直不可限量。此时一阵掌声响起，是那位最先与楚风交谈的界灵师。可忽然之间，那位身形一纵，竟然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他已是来到了楚风身前，并且他的手落在了楚风手中那块界灵之玉上。幸亏楚风早有准备，紧紧地抓住了那界灵之玉，否则对方出其不意，定会直接将楚风手中的界灵之玉夺走。看来你是打算言而无信了。楚风说道。哈哈哈，小兄弟，看得出来你是聪明人。我们几人既能做得出作弊混入此处的举动，又岂会是言而有信的正人君子？放手吧，现在放手，可以放你一马，否则你便不能全身而退了。那位说道。想要这界灵之玉，那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楚风说道。本事？小兄弟，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需要让你评鉴一下了。那位说话之间，其界灵长袍之上便涌现出了结界纹路。看到那结界纹路，莫说楚风神色变化，那些在场的所有小辈更是目瞪口呆，因为那位所释放的结界之力不仅仅是圣级，还是蛇纹。这位乃是一位蛇纹级圣袍界灵师。小兄弟，你看老夫这本事可还行？那位笑眯眯的说道，语气非常的狂妄。还行吧？楚风说道。还行。呵，听得此话，那位则是冷然一笑，随后其衣衫舞动，其周身萦绕的结界之力便向楚风冲击而来。然而那结界之力虽自楚风身上掠过，但却并未能将楚风击退，他的结界之力被楚风挡了下来，竟以重文挡蛇纹，好强，这简直太强了吧。此时人群之中轰动一片，大家都是界灵师，深知界灵师之间也存在着境界的差距，尽管同等境界的界灵师也有强弱之分，但不同境界是无法抗衡的。可是眼下楚风却用重文级的结界之力挡下了蛇纹级，这让人们大跌眼镜的同时，内心更是震撼到了极点。你这小鬼还真是不容小觑啊。莫说小辈们，就连那位与楚风交手的人，目光之中也是涌现出了满满的金色。可是很快，他眼中的金色又转变成了凶狠。既然你如此有本事，那我倒要看看你是否真的抗得住我这蛇纹级的结界之力。话音落下，那位的结界之力便不断自其掌心释放而出，向楚风那抓住界灵之玉的手臂冲击而去。见此情形，楚风也是毫不退缩，同样以结界之力与之相抗。起初二者还能相抗，可随着时间推移，楚风的结界之力开始被击退，并且自己的手臂也被对方的结界之力所覆盖。对方的结界之力化作烈焰，在楚风手臂焚烧。可哪怕如此，楚风却依旧没有退缩。年轻人知难而退是好事，你这样的倔强没有意义。那位讽刺地说道。楚风并未言语，可是他的眼中却依旧涌现着决意。楚风，放我出去！忽然，楚风的耳中映入了一道声音，那是楚风体内的界灵雨莎的声音。楚风所经历的一切，雨莎看得清清楚楚。此时对方以强欺弱，雨莎也是看不过去了。丫头，此处不仅封锁了武力，同样封锁了界灵之门，在这里界灵师无法依仗任何力量，能够依仗的唯有界灵之力。楚风说道。那你便放手吧。雨莎说道。这是我的东西，我不会轻易放手。楚风对雨莎说完此话，便看向了眼前的这位界灵师。我记住你了。什么？对于楚风此话，那位感到不解。可下一刻，楚风那只抓住界灵之玉的手臂便碎裂开来，化作灰烬，散落于地。我说，我记住你了。楚风看了一眼地上那由自己的手臂所化作的灰烬之后说道。好啊，我等你。那位冷然一笑，便将界灵之玉收了起来，随后走向了广场尽头的一座结界门。小兄弟，你今日败的也不丢人。对，不丢人。在此之后，剩下的10个人也是跟着那位走了进去，只不过临走之前却也是阴阳怪气的对楚风冷嘲热讽。不过对于他们的嘲讽，楚风却并未生气，他意念一动，那地上的灰烬竟然立刻飞升而起，再度化作手臂与楚风的身体链接。莫说手臂完好无损，就连衣身也是完好无损。好厉害，原来大人的手臂并没有损坏，刚刚那是障眼阵法。那些家伙被欺骗了。看到这一幕，众位小辈皆是目露金色。然而楚风却是淡淡一笑，随后手腕一转，在他的手中竟出现一物，那竟是界灵之玉。看到那界灵之玉，所有人都傻眼了，他们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楚风手中的界灵之玉，无论是气息还是模样，都与刚刚被夺走的一模一样。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众人不解地问道。诸位，帮我一个忙，等一下他们若回来，不要告知他们我的去向。楚风对众人说完此话，便身形一纵，消失在了原地。见此情形，众人更加茫然了。
因为楚风消失得无声无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楚风去了哪里。但同时，他们却也不明白楚风的话，不明白楚风为何说那些人若是回来，不要告知他们自己去向这句话。混账！然而很快便有一声怒吼传来，顺身观望，竟有一道身影自广场深处的结界门出现，而那位正是先前夺走楚风手中戒灵之玉的人。此刻人们仍旧看不到他的脸庞，可是却能够从他的气息中感受到他的愤怒。哈哈，宋兄，你可真是丢人啊，居然被一个小辈耍了。而紧接着另外10个人也是从那道结界门之内走了出来，与此同时更是哈哈大笑，尽是讽刺之意。而见此一幕，先前还一脸茫然的小辈则是恍然大悟。搞了半天，楚风刚刚使了诈，那位根本就没有夺走真正的戒灵之玉，真正的戒灵之玉被楚风藏了起来。搞了半天，楚风与之对抗，并不是真正的对抗，而是在与之对抗的时候布置了隐藏阵法，瞒天过海，使得那位受骗明白真相的众位小辈对楚风的敬佩之情更是增加了不少。能够以重文抗蛇文已是非常了不起，可是在与蛇纹级圣袍界灵师对抗的同时，还能布置隐藏阵法，将蛇纹级圣袍界灵师欺骗，这可就更加的了不起了。